虽然这只股票价格很低，波动又有点大，但是我认为它潜力无穷，适合长期投资。嗨，我是楚胖，你也可以叫我小邦。今天这支影片比较特别，要来跟你分享一只超级潜力股 SoFi。影片的最后，我也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认为它非常有潜力，它到底厉害在哪里。如果你也想要知道为什么我认为这只股票非常适合长期投资，那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哦。OK， 我相信已经有一些人听过这间公司了，但应该有一部分的观众还不认识它。那我就来快速介绍一下 SoFi 这间公司。SoFi 的全名是 Social Finance， 它是在2011年由一群年轻人创立的。那这群年轻人之所以会想要创立这间公司呢，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发现美国有很多大学生都在为了学费而烦恼，因为美国大学学费真的很贵哦。根据统计，美国有50%以上的学生都必须要去跟联邦政府申请学贷，才有办法上大学。而 SoFi 这些年轻的创办人呢，他们就发现哦，联邦政府借钱给学生的评估方式有一些问题，对学生来说，这样子的贷款利息太高了，而且申请也很麻烦。如果用传统的评估方式啊，用传统的那种用上班族固定薪水的方式去评估学生的信用，那当然就很不合理嘛，你很难去衡量学生本身的信用，导致很多的学生都不好去申请贷款。因此有很多学生就是因为无法申请到这个贷款，所以就选择不去念大学。所以呢 SoFi 的这些创办人啊，他们就决定要改变这样子的情况，他们就想要用一个更好的方式，更合适的评估方式来去帮助学生更轻松的借到钱去上大学，这个是他们的初衷。所以最一开始呢 SoFi 最主要的产品就是学生贷款，而且是用媒合的方式在做学生贷款，就有点像贷款界的 Tinder 啦。首先他们会用非传统的方式去评估学生的还款能力，比方说从过去账单的缴费记录、学业的状况，跟他以后的出路或以后的工作状况等等来去评估，然后用媒合的方式呢，帮学生找到愿意出钱的人，就是 one by one person to person 这样子。一个学生想要借钱，一个人愿意出钱借给这个学生，那就会成交，然后出资人也可以赚到利息收入，就有点像投资的概念啦，只不过出资人投资的不是股票，而是学生。那站在经营的角度来看呢，我个人是非常看好这样子的商业模式啦。一方面呢是可以帮助到很多学生去完成他的学业，一方面呢又可以赚钱，因为这个部分是真的是有市场需求的，美国太多学生需要这个东西了。这个学贷就是 SoFi 最一刚开始的产品，那演变到后来呢 SoFi 其实就越来越像一家无实体店面的银行了，因为它现在提供的服务不只有学贷，还有非常多的东西，包括个人贷款、银行存款业务、抵押贷款、投资、信用卡、保险等等的，就是 all in one 的概念啦，什么都有。那为什么会从单一一个学生贷款延伸到现在有这么多的项目呢？其实不难理解啦，它如果只有一个学贷，很难继续扩大公司的规模嘛。而且他们后来也发现啊，大家在投资理财上面其实会遇到很多的麻烦，比如说你可能会习惯把钱存在 A 银行，因为你的薪水就是直接进到这个 A 银行嘛。而投资股票呢，你可能又习惯用 B 银行，申请房贷车贷你可能又是用 C 银行，因为 C 银行的贷款利率比较好。那买保险你可能又是用 D 银行，因为 D 银行的保险费比较便宜。那使用这么多银行当然就很麻烦，也很不方便管理。所以呢 SoFi 的创办人啊就看到了这样子的痛点跟需求，所以他们就把很多的业务跟服务集中在一起，让大家可以在一个 app 上面，在 SoFi 这个一个 app 上面就可以做好投资理财所有的事情。等于是说他就是把自己打造成是一个金融园区，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超大的金融超市，在这里面什么都有，你可以投资，可以买保险，可以存钱，可以干嘛都可以。所以这样子的商业模式呢，最直觉最表层的一个好处就是客户只要在一个 app 上面就可以管理他所有的账户跟所有投资理财的项目。那当然啦，这个只是最表层的好处，我认为还有更深的第二层跟第三层的好处。那第二层是这样子的模式呢，能够帮助 SoFi 的客户去增长他的财富。比如说如果存款利率更高，那客户可能就会更愿意把钱存在这里面，那他就会进而养成一个存钱的好习惯。又或者是说客户可能会更愿意去学习投资理财，赚取被动收入，因为一个 app 就可以办到很多事情，很方便，那投资门槛降低，投资意愿就会提高。再来第三层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当 SoFi 能够帮助他的客户增长财富的话，那 SoFi 也会更赚钱。这个逻辑就是客户的财产越
越多 ，SoFi 就能跟着受惠。比方说，当客户放越多钱在他的存款账户里面，放越多钱在投资上去买保险等等，那 SoFi 的营收就会增加。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其实最好的策略就是像这样子，跟着客户一起成长。因为呢，客户赚钱，你也会赚钱，这个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也是企业经营最好的一个策略。讲到这里，我们先稍微暂停一下，我想先感谢一下今天的赞助商 Rockflow。一直以来呢 ，Rockflow 都很支持我，我也觉得 Rockflow 的 App 非常的好用。Rockflow 是一款美股交易 App， 他们最近推出了一个好买功能，我真的是大推。尤其是很多公司的股价现在都创新高嘛，那趁这个时候使用好买就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好买可以让你用比较低的价格去买入同一只股票。好买的底层逻辑就是卖出卖权。如果你看好某一家公司，但是又不想要用这么贵的价格去买入的话呢，你就可以善用 Rockflow 的这个好买功能。比如说现在特斯拉的股价是172块，但是你想要用150块买入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这边选择到期日5月24号，然后输入150块。如果到期日前股价有跌到150块，你就可以用150块买入特斯拉的股票。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你使用我的邀请码去注册开户使用这个功能哦。不过要注意的是呢，好买也是有风险的哦。如果今天特斯拉的股价跌到140块，那你就会亏损。所以在投资之前呢，也要先评估好自己能够接受的风险，再去做投资会比较好。OK， 回到 SoFi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SoFi 提供的最新的资讯。你可以看到SoFi 每一季的客户数量都是一直在成长的。你看这个斜率，它是一直在成长的。现在已经有813万个客户了，然后年成长率呢是高达44%，每一季增加的客户数量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多哦。我认为呢，这个就是最明显可以证明 SoFi 有在成长的数据。然后营收呢也是不断的成长的趋势啦。虽然这一季有微微下降一些些，但是整体看起来呢，它还是在一个成长的轨道上面。光是从客户数量跟营收的成长，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SoFi 是一直有在进步的。认识我的人应该也都知道我有多重视进步这一件事情。光是从客户数量跟营收一直有在进步，就能看出来 SoFi 是一个潜力股了。不过呢，因为 SoFi 它算是很新的公司，它在2011年才成立，然后2021年才在美国借壳上市嘛，所以公司算是在一个刚起步的阶段，开销还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公司前3年在2021、2022、2023年 SoFi 的净利呢都是负数，它都是净损的。那这就是因为公司还在很初期的阶段，需要花很多时间在研发、在行销上面，所以整体才会是净损的。不过你也可以看到哦，前面这3年2021、2022、2023这3年，它的净损是越来越少的。而且呢 SoFi 也预期2024年一整年的净利跟 EPS 都会是正的。OK， 那事实上呢，在去年第4季的时候 SoFi 的 Net Income 就已经翻正了啦。你可以看到哦 SoFi 在最近2个季度，其实它的净利已经都是正的了。那这最主要的原因呢，当然是因为它的客户数量持续的增加，营收也持续的增加，所以它的净利才会反正嘛。所以基本上呢，只要客户数量有持续的成长，营收也持续的成长，那未来我是就不太会担心它的财报啦。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 SoFi 是潜力股的原因。从这些重要的数据都显示 SoFi 是不断的在进步的。而且从财务预测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原本 SoFi 预计2024年它的营收会在550到560之间，但是实际上呢来到了581。净利也是哦 Net Income 原本预计是在1000万到2000万之间，但是实际上呢是8800万。虽然它现在的股价还很低，波动也很大，但是客户数量持续的上升，营收也持续的上升，净利也超过预期，这让我看到了它的成长潜力。我个人是认为 SoFi 是一家很值得长期投资的公司。当然啦，这支影片我只能跟你分享重点中的重点，我只能跟你谈到客户数量、营收跟净利，因为时间实在是有限。但是其实呢，财报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可以让我们去发掘它是不是一家潜力股。那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细节，找到有潜力的成长股的话，我特别额外预录了一支41分钟的影片。这支影片会完整教你如何从财报找到潜力股。那目前这个影片已经有将近2000人领取了，我不确定之后会不会把这个影片下架，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人，那就立即点击下面的资讯栏的连结去索取这一份免费的影片吧。那因为 SoFi 的本质基本上已经有一点点像银行了，它的业务跟银行已经很像了，只是它没有实体店面。那它主要的收入来源呢，也跟很多银行一样，都是贷款利息的收入。那它主要负担的呢，也跟银行差不多，就是要支付给存户的利息。所以理论上来说 SoFi 会很容易受到利率的影响，一旦利率太
高，就要支付比较多的利息给存户。像前阵子升息很多，现在利率还很高嘛，所以我就会比较担心这个部分。因为一旦银行付不出钱给存户，存户领不到利息，那这种消息一传出去，所有的存户就会在第一时间去把钱领出来，因为他们会害怕银行倒了就什么也拿不到。而当大批的存款客户去把账户里面的钱领出来的时候呢，银行就有可能立马倒闭。因此在这个部分呢，我会特别去关心一下 SoFi 的负债，尤其是存款利息的负债，因为付不出存款利息真的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目前 SoFi 的存款负债呢，大概是2155137这个金额。那为了要确保 SoFi 有能力可以负担这样子的这一笔钱啊，我会去计算 SoFi 现在账上它的现金跟能够快速变现的这些资产的金额到底够不够支应这样子的负债。就好像小美现在有100万的负债，那她的银行账户里面有80万的现金，然后她还持有股票市值30万，那这个80万加上30万就是110万，就大于小美的负债了嘛。那就表示说小美的财务风险不高，因为她随时都可以把这些股票卖掉，然后卖掉股票的钱再加上她这些现金，只要能够 cover 她的负债，那就没有问题了。那回过头来讲，只要 SoFi 的现金跟能够快速卖掉变现的这些资产的金额加起来可以大于她的存款利息负债的话，那就表示目前 SoFi 面临财务危机的几率不高。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基本上这一些呢，就是能够快速变现的资产。上面这2项是现金，那下面这一些项目呢，就是能够快速卖掉变现的资产。那我们把这一些金额全部加起来，我已经算好了啦，这些加起来就是283218880，很明显就是超过刚刚的存款利息负债的这个21550的嘛，很明显就超过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看来啊 ，SoFi 的财务风险其实是不高的，那这一关就过了。那既然财务没有什么风险，然后客户数量也一直成长，营收也一直增加，那对我来说这些数据当然就是非常非常棒、非常值得投资的一家公司。OK， 最后我就来总结一下我喜欢 SoFi 的一些点，以及为什么我认为 SoFi 很有潜力。好了，第一个就是它的商业模式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当客户的财富累积的越多 ，SoFi 自然就会跟着一起成长。第二个是市场需求高，能够解决客户的痛点，又能够帮助很多的学生去完成学业，同时又能帮助很多人去做好投资理财这件事情。第三点是财务风险很低，客户数量、营收跟净利又都稳定在成长。前面2点是从商业思维出发，那最后一点呢是从投资人的角度来出发，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 SoFi 很值得长期投资的原因。那当然啦，这都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这种分享潜力股的影片，记得在下面按赞或者是留言喜欢潜力股。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小铃铛哦。那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